10分钟后，随着一声爆响，整个货运站瞬间陷入一片黑暗。这里的配电箱因为温度过高，导致短路，整个货运站都失去了电力供应。虽说后勤部门有电工值班，但是过来看过之后，便立刻宣布放弃，整个配电箱都必须更换，配件需要明天才能订购齐全，想恢复供电至少要等到明天晚上。没了电力供应，现场也没有了照明条件，于是所有工人临时下班，待明早再回来继续。管理处推迟了明天所有的列车发运计划，而管理处的那位负责人也在李亚林的指示下，将前往杜克矿业的车次排在了明天下午5点整发车。推迟的计划确定之后，工作人员便开始联系委托方，将情况告知对方，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与杜克矿业关系密切的摩尔贸易。摩尔贸易的负责人听说发货时间至少推迟10个小时，顿时有些气愤，开口便在电话里斥责道：我们这些货等了好久才从美国过来，本来就已经比原计划耽误了不少时间，你们现在又要耽误我们一整天的时间，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。那负责人无奈说道：整个货场的供电系统都崩溃了，你们那些货物总不能大晚上照明不足还强行装卸吧？我看你们发运的都是精密仪器，万一出了问题，我们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。你要是给个免责声明，我就让工人摸黑给你们装。对方一听这话，火气顿时消停不少。那批货物其实很早就已经在预定了，只是破青会多个驻地都需要升级安防，而且其中还有不少准军用甚至军用设备，他们也是辗转折腾了好久才搞定。航运又在海上漂了10几天，现在眼看已经平安清关进来，只差最后这200公里路程，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冒险。虽说时间被耽误1天，但为了这批货物能够安全运抵杜克矿业，他还是忍了下来，嘱咐道：晚1天就晚1天，我们那批设备价格昂贵，千万不能有任何差池。负责人道：你放心，我们就是担心货物损坏，停电后的第一时间就让所有工人停工了，明天只要光照效果好，我们就立刻开工，不用等电路完全修好，货物安全问题我们会全力保障，尽可能不出任何纰漏。那就好。对方也知道现在没什么其他办法，便开口道：不管怎样，明天请一定把货发出去。负责人保证道：明天发货肯定没问题，你们尽管放心，列车发车前会跟收货方的对接人联系，最迟不会晚于明天下午6点钟。对方得到保证，便也没再多说，客套2句便挂断了电话。见对方已经接受发车时间推迟的事实，叶晨便对李亚林说道：李探长，你问一下这位负责人明天当班的时间。李亚林立刻询问对方，随后告诉叶晨：叶先生，他们管理岗是2班倒，一个是早8点到下午4点，一个是下午4点到夜里12点。他最近值下午4点到夜里12点的班，明天下午3点半就会到岗。好，叶晨道：今天就到这里，明天下午我们再过来。你提醒他今天见到我们之后发生的事情，绝不可以告诉任何人。李亚林立刻用法语提醒对方，而对方有叶晨的心理暗示，自然对从李亚林这里得到的指令言听计从。随后叶晨便与李亚林离开管理处，步行返回酒店。翌日，李亚林利用语言优势，找到了卡萨布兰卡的劳保用品供应商，为叶晨采购了一套与杜克矿业工作服非常相似的劳保服装。而后他与叶晨便在酒店制定起了关于杜克矿业的行动计划。由于这一次是悄悄潜入，所以叶晨在时间上并不着急，只要杜克矿业绝大部分的骁骑卫能够配合他，让他顺利接管大局，就可以确保不会走漏任何风声，这样也就不用着急将这里的骁骑卫以及死士转移出去。不过叶晨心里也很清楚，既然要给破青会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，并且让3大长老以及右军都督府的高层离开尼日利亚并暴露踪迹，杜克矿业这个驻地就一定要摧毁。所以时间虽然不紧迫，但如何把几千人转移出去，依旧是叶晨的一大难题。李亚林思考再三，对叶晨说道：
叶先生，杜克矿业相对封闭，而且所有的死士肯定都被禁锢在地下矿井内，所以我们可以优先分批转移这些死士和他们的家属，等他们转移出去，再逐批转移那些消奇卫。说着，李亚林又道，转移死士的时候，只要我们足够隐蔽，外界应该是不会发现异常的，即便是卡萨布兰卡的摩尔贸易，也不会察觉到异常。不过一旦开始转移消奇卫，就等于转移走了杜克矿业的劳动力，那样必然会导致杜克矿业的产能下降，甚至停止。而杜克矿业几乎每天都有火车运送磷酸盐，一旦产能下降，摩尔贸易就会有所察觉。所以我建议，一旦您成功接管杜克矿业，一定要让他们加班加点多开采多生产，至少多生产出几天的供应量，这样在后续逐步撤走消奇卫的时候，才能让外界察觉不到异常。叶晨赞同地点了点头，道，好主意，先逐步撤走死士，再逐步撤走大部分消奇卫，只留下明面上的安保和装车作业的工人。等装完最后一批要交付的磷酸盐之后，这些人也可以撤走大部分，只留最后一批装好的车厢以及对接的人员。等火车最后一次把空车送到，把最后一列满载的磷酸盐拉走，剩下的人也可以在当天完成撤离。这样一来，等第二天火车再来的时候，杜克矿业就已经人去楼空了。消息传到摩尔贸易，一定会让他们大惊失色，再层层上报到右军都督府，最后一路上报到吴飞燕那里，我们的目标就达成了。李亚林道，那接下来最难的问题，就是如何逐批次的把人撤走了。杜克矿业地处摩洛哥腹地，卡萨布兰卡港口以及周边海域又戒备森严，组织几千人从内陆到海岸线偷渡，成功率也不会太高。那这些人究竟该如何离境呢？叶晨道，既然出境的难度高，那就不如先不出境。不出境？李亚林问他，您的意思是把这些人都留在摩洛哥？叶先生，他们的货运清单里，光是悄悄进口的肉类就有100多吨，估计至少也得是几千人的规模。这么多人，在摩洛哥要怎么藏身才能不被发现？叶晨道，李探长，你去收购几家企业，最好是先收购一家偏远地区的食品加工企业，收购完成之后，就立刻以产线升级为理由，让他们所有的员工带薪休假一段时间，到时候我就把人批量运送去食品加工企业里面暂时安顿，先光明正大送进去一批，对外就宣称是升级产线的技术工人，后面就伪装成运送设备，再陆续把人送进去。一个食品加工企业内部应该有大量的食品原材料以及成品、半成品，足够满足几千人短时间内的餐食。就算不够，一个食品加工企业从外部采购一些食材也理所当然，不会引人怀疑。除此之外，你还得收购一家物流企业，方便人员以及物资的运输，逐步把人都安顿到食品加工企业内部。与此同时，还要让 AI 黑进卡萨布兰卡港口的安防系统，从监控视频上做文章，伪造出这些人陆续通过铁路潜入拉萨布兰卡港口的迹象，让这些人的线索看起来是在卡萨布兰卡港口断开的。到时候破青会只要来查，就一定会先入为主的认为这些人已经离开了卡萨布兰卡，必然会想办法追查这段时间内出港的船只信息，然后确认这些人究竟在哪些船上。不过他们最终肯定还是和塞浦路斯那次结果一样，什么都查不出来。对他们来说，所有人就像是人间蒸发一样，越是查不出，他们就越会认为一切都是塞浦路斯事件的翻版。他们也一定会认为这些人肯定也是从海上消失了，不会想到这些人还在摩洛哥境内。李亚林想了想，开口道，叶先生，我建议这次可以主动一些，以攻代守，给他们更大的压迫感和危机感。一旦他们有足够的危机感，他们就会把精力集中到如何自保上，相应的就会减少他们调查这件事情的决心和投入。叶晨问，李探长觉得怎么才算以攻代守？李亚林道，把所有人撤走之后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
在杜克矿业给破青会留些足够震撼他们的信息，可以直接把他们在尼日利亚的谋划挑明，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所有计划都在您的掌控之内，包括埋伏在那里的3大长老。而且我个人建议，您甚至可以给那个吴飞燕留一句话，指名道姓地告诉他，您早晚会娶她项上人头，那样一来，一定会让破青会乱了阵脚。到时候恐怕根本没有太多精力追查摩洛哥的线索。叶晨点了点头，整个人陷入沉思。片刻之后，他忽然微笑说道：“那3大长老既然已经出关，想来这里的事情一旦东窗事发，他们肯定也会收到消息。我若是把4大伯爵泥丸宫的秘密也一并公开，不知会不会引发他们3人对吴飞燕的猜忌。若是他们体内也有同样的秘密，这也是个离间他们的好机会。到时候各种危机也够吴飞燕喝上一壶的。”对李亚林，叶晨并没有太多好遮掩的，毕竟他对自己的秘密了解的比外公外婆一家还要多。他也知道自己救活他的手法究竟有多么逆天，以他的逻辑思维能力，早就能把自己现阶段的情况猜个七七八八。所以4大伯爵的事情，叶晨也并没有向他隐瞒。李亚林听到叶晨的打算，眼前顿时一亮，笑着说道：“好一个离间计，这步棋不仅对3大长老有效，对其他破青会成员来说也一定多少有些影响，让他们人人自危。这对吴飞燕来说就是将他一军，虽不可能将他将死，但也够他喝上一壶了。”